刚才我们介绍了，南德集团起初他注册资金只有300块钱人民币，是如何在几个月时间之内，他获得了几万元的利润，和经营规模呢到了几十万元。因为这个事儿呢，导致了南德的第二次牢狱之灾。第一次是因为中国向和出去那篇文章，这第二次牢狱之灾。好，牢狱之灾出来，因为这个党中央啊有干预这个事情，又派工作组到万县，现在的万州区，重庆市的万州区，又把我给释放了，就不敢在万州再待了，又来到了北京。来到北京，我们的资金又归零了，又如何通过冰箱业务，就是冷冻机械和冰箱的界限非常模糊，只有1厘深。我们进口冷冻机械卖了，可是呢，所有的餐馆啊、家庭呢，他根本不管是冷冻机械还是冰箱，他反正认为这是个它的作用就是智能，赚了很多钱，一共赚了3000多万人民币。3000万就是个很准确，大概不会多不了多少，我们就说3000万吧。3000万赚了以后，可是呢又不巧碰上另外一个事儿了。大家这个事儿，反正大家就是都明白，88年、89年，在北京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很动荡。所以整个全国的市场又破坏了，整个市场又停顿下来了。我们那个3000多万利润就表现为在天津仓库里边几个大仓库里边积压的冰箱，报台我不清楚，所以8个大的仓库积压的冰箱，一共是只是价值人民币3000多万左右，3000多万多一点点，这个钱又没办法了。这仓库里积压的货物，它不是资金，如何为了解决这个3000万的那个积压物品、积压的冰箱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都首先想到俄罗斯，它是冷冻地区，居民之间的居住条件非常远，一个居民区和另外一个居民区距离非常遥远，可能需要大的智能机器也好，智能冰箱也好。想当然，我们就去到考察这个事儿，去到了满洲里。这是过渡到我们为什么去做飞机业务，和飞机业务的这个资金是量更大的，牵涉10几亿人民币。整个流动资金牵涉到10几亿的人民币，它怎么来的？这个资金怎么解决的？今天我讲这个事儿。这飞机呢，是一个对我们公司来讲，对全国来讲，甚至全世界来讲，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业务。为什么它是非常经典的业务呢？因为那次做成以后，全国的报刊，全国几乎是所有的舆论都关注我，全世界的舆论也关注我。他关注的一个标志就是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、全世界著名的一个杂志，叫《时代周刊》。《时代周刊》它每年要评选那个世界的重大新闻，全世界的重大新闻。那一年，《时代周刊》就把南德的飞机业务用积压的商品换回了俄罗斯的，当时也叫苏联4架图150飞机，当成一个世界10大新闻之一，所以他当时轰动世界的业务。这个业务呢，这笔业务我后边会详细向大家介绍，不是现在网上啊或者口头啊，当时报刊啊或者国外报道的那幕那样，有各种猜测。特别是国外的业务，国外的报刊有各种各样的猜测，我们国内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现在网上还有各式各样的像桥段一样在流传，我后边再讲这怎么来的，内幕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我讲的钱从哪来的？
的？这10几个亿的钱从哪儿来的？因为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冰箱赚点钱，赚点钱变成积压了，因为这个社会动荡，市场又破坏了，又动荡了，积压了。这钱怎么来的呢？又等于我们流动资金归零了，这个钱是怎么来的？所以，我们飞机，我们以后讲飞机，现在讲钱是飞机钱从哪儿来的？在飞机业务上，我们和俄罗斯就是苏联订了业务，订了好合同，合同里边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同时交货，一货嘛，用中国的积压的产品去换俄罗斯的4架飞机。这合同里边规定，我们从北京用火车向莫斯科运，他们从那飞机制造厂向北京飞，但是时间是同时的。我特别注意这点，向大家强调这点。当时谈判之中也非常强调这点，要同时，双方的监督。我们派人到飞机制造厂监督，他飞机制造厂有地方可以监督那个他适航那些起来，飞机要监督。他们派人在北京监督我们是不是把东西运出去了，但是无法规定这运出去什么东西。飞机我们知道肯定飞机飞过来，但是北京运出去什么东西没规定。就是我们合同订完了，有很多，一共有300多个工厂的，还不止300样产品，很多。至于运什么东西过去，没有样品没有规定，就反映要运到开始运。那个苏联人们做业务比较粗疏，他不像我们这么精细，这就是商品意识。当时我们当时已经有一商品意识了，我们以前也没有。当时我们改革开放已开展了一些年份了，就知道挣钱，时间有时间，那个货币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，怎么应用这个货币。我们规定的就同时起运，就是只规定了同时起运，它并没有规定我们用什么东西，运什么东西，必须运什么东西。实际上它也不可能规定我们运什么东西。飞机不能飞班架过来，飞个轱辘过来，飞个翅膀过来。它一架飞机，当时人民币就是那个亚价的评估就是我们请财政部评估，我就怕，跟上次我也讲过这个事儿，我就害怕按照当时它是相当于美国波音公司737那个机型一样的，有安排座位啊，载人多少啊，它是一样的。当时是2.7亿美元一架，是财政部估下来，我说尽量压，我就担心啊，民营企业他抓把柄，说你给财政部怎么样啊，给你高估啊那些，尽量压成1.2亿人民币一架，那很低的价格了。好，要从那个找家银行，那不就是我们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架飞机去抵押给银行，就是北京市工商银行。当然他愿意抵押呀，这么大一架飞机，这么飞过来以后，我们同时他们在北京监督我们，我们在莫斯科监督他们，的确同时起飞了。他起飞了，我们专利出去了，出去以后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都实实在在的践行那个合同，双方都满意。但他8小时以后就飞到北京了。我们装的什么东西呢？一个专列有50个，当时50个车皮，我们就是买的那个北京南口那个玻璃厂的暖瓶是空的，那个8磅暖瓶，体积很大，但是价值很低，价格很低，就一个专列装下来，全部装50节车皮一个专列，当时大概是50节，记得40节50节我记不清楚了，才700万人民币，700万人民币出发了，他的那个一架飞机，我们财政部评估的1.2亿那个
你的飞机的价值就落地了。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飞机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履行所有的程序，保险以后，就如果出任何事故，受益人是北京工商银行，保费保值多少呢？提高10%，就保价是变成110了。容易怕有些什么那个要扯皮的事儿。如果说飞机出事儿了，我们还不起钱了，北京工行就有权利把这架飞机给拍卖了。如果掉下来了，保险公司赔一架飞机的钱。北京工行没有任何的风险，就贷给了我们只要求贷款50%，所以一下就贷给了6000万人民币，那真是天上掉个大馅饼了，从来没看见那么多钱。俄罗斯人呢，当时认为我们非常信守合同，非常诚恳。就是他收到了那个，他大概过去再花10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莫斯科。到莫斯科以后，他看见我们信守承诺，后边3架陆续的就起飞了，就一下就过来了，又到了那个北京机场。我们还如约办事，还是按照前面说的一个细节，把这3架飞机又抵押给北京市工商银行了。于是我们就取得了2.4亿人民币的流动资金，就支持了难得以后的很多业务，很多的业务。因为我们在和北京工行订的那个合同是这样，5年贷款期是中长期贷款，5年期贷款，5年才结账。而我们租赁个窗行，通过租赁方式租赁个窗行呢是3个月向我们结实账。我们赊给他了，等于赊账一样，赊给窗行了。那个专业名词叫租赁贷款，租赁做金融租赁的，他3个月向我们结实账，3个月向我们结实账，分期付款一样。我们手里边永远积累了很多的资金，就是资金就这样解决的，是资金是这样解决的。